看尽浊世离乱，赤子心意不曾改换。月照千山，热血不寒。傲骨少年逆风向前逐云端，英雄气魄从不言谈。命轮暗转，潜伏着视线，霸王踏龙千百炼。一命红颜，执手相携，无去诸侯，百足恩怨。千来万象，月归思乡，且尽我泼墨之权。血路开辟之间，当平万重劫。明眸望尽山川，天地间大势起波澜。旧影虽残，壮志不还。我非英雄，却也该十里苍涯。大道无际，不问悲欢。人魔本为一体，又何故处心积虑正道成神？魔心污浊，吾唯有成神，方可洗净这世间一切晦暗。一魔，你也该醒悟了。冠冕堂皇，冥顽不灵，不可教也。不好！耗费了太多的真气，现下早已是强弩之末。待我毁了这命轮，世间将再无神的存在。大胆！你别忘了，众生皆有你。如此，该有一劫。想走？你的神识以一分为二，即使逃往大千世界，我也会跨越千年把你揪出来。你错了，希望永不会消亡。进攻！六路防后，守住篮板。你们犯规！众生一体，无二无别，救他吧！该死，追不上了！光刃术，攻！林宁，看得清楚是什么人吗？他们很谨慎，连剑使用的都是最常见的那种。倒是做得周全。陛下，再有20里路就能摆脱他们了。不要抄近路，前方必有埋伏。是。呀！姐，不怕，有阿紫在，定会护你周全。姐，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北水国与周边各国素来交好，况且我们这次是秘密出现，怕不是只有一种可能：瞎子。
先解决神识。放肆！这里是北水国的疆土。哼，除了大鹰和天武，你北水国我还不放在眼里动手。别怕，别出声。姐！冒失的小鬼！什么情况？我在哪儿啊？有人？喂，你听得到吗？喂！什么人？别装神弄鬼的！天地孤一志，未可一言良。逝者圣人略，秋影还故乡。你说的啥？情况不对，杀了他！这是。别动，身上有伤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们是谁？倒是没什么大碍，兴许是头部遭受重击，暂时失了魂。昨晚是怎么回事？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我还能是谁？我是罗烈呀！哟，自己的名字倒是记得，把我们都给忘了。你们怎么称呼？你需要一段时间静养，叫我姐姐就行。她是神师雪冰年，你们从小一起在宫里长大的。闻名驾驰马车的是你府上的苏秋生。宫里？府上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北水国，800诸侯国之一。好家伙，我不是摔傻了吧？不曾想北水国境内会遭遇刺客，他们在回宫的必经之路上设伏，实在难缠。你受伤后昏睡了将近1日，此份密信竟如此凶险，实在是姐姐亏欠你的。小事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这点危险不足为惧。你之前可是一直很木讷的。你当时迸发的那股能量，
有点像诸天龙象诀的气息。难不成，多年来你一直借口不习武道，实则在偷练这种连圣人都无法参透的功法？圣人？难道这个世界还有神仙？世人修炼武道也好，术法也罢，无非是为了追求实力的突破，而修炼的最顶层，则是圣人。世间法则无法加持其身，一言能定天地气宇，甚至还能跳转时空。跳转时空？这么说，这里已经不是我原本的世界了。想回家，必须修炼到圣人的境界。其实我在昏迷时得到了神仙相助，那个老神仙还说我天赋异禀，必须修炼那个最强的功法。也好，说不定是遇到了你的机缘。冰宁，你说与他听吧。说起世间功法，均为人为创造，唯独诸天龙象诀，它来自西昆仑山上一株宝树，日夜吸收天地精华，历时36000年开花结果，释放出的芬芳飘传千万里，引来无数人。却看到宝树上面悬挂着的果实自然裂开，化作一个个的古老文字飞舞，这些文字最终组合起来，便是诸天龙象诀。果然是无上功法，若能修成，便有机会打破时空壁垒，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。难以置信，诸天龙象诀出世之时，世人如获至宝，争相修炼着上天降下的无上功法，却无一人修成。在那之后半年，传闻有2人踏入炼体1级，姜望、文虚。若是罗烈能够修炼此法，北水国的天，从此该不一样了。是个坎，糟糕，好难受啊！不行，他的内力紊乱，这样下去会走火入魔。他的内力过于强盛，这不正常。按理说，他从未修炼过。炼体3级，寒气不侵。炼体4级，还是没能突破。你真是太贪心了。哇，这里可真热闹！前方就是南离王府。你与冰宁自小在宫里长大，倒是很少有机会出来看看。那以后我陪红颜姐多看看。好。陛下，小王爷，神师，我们到了。这就是我住的地方。禀告陛下，今日4时，玄龙王觐见。让玄龙王半个时辰后到正殿议事。起驾。
参见陛下。本君闭关数日，玄龙王数次求见，可有要事？本王岂敢轻易打扰陛下闭关，实在是大事当前，心急罢了。哦，直言即可。本王年事已高，近来愈发觉得力不从心，恐不能再胜任宗老院长侍一职，还望陛下成全。冰宁，那人看着不像是善茬，什么来头？北水国有2大异姓王，一个是你父亲南离王，另一个就是他，玄龙王崇侯虎。玄龙王深明大义，倒是本君一直以来错怪你了。毕竟本王身为北水国的异姓王之一，为国操劳，为陛下分忧是分内之事，不像那南离王的后代，整日浑浑噩噩，毫无建树。所以本王认为应该废除罗列南离王继承权，重新择选一位能力出众者继任，也好为陛下为北水国尽废物！南离王终究是立下过旷世奇功，对本君亦有救命之恩。若是就此无端费力，北水国百姓得咒骂本君与王爷戕害忠烈之后。陛下此言差矣，北水国以武道立国，南离王打下的基业，世人如何不知？不曾想那小王爷不学无术，对武道是忌讳陌生，怕不是现在蔫蔫唧唧的躲在哪个女人的怀里呢？要是让天下的百姓知道了，够了！玄龙王既然年事已高，就不必太过操心本王的私事了。哟，小王爷今天好雅兴啊，怎么溜达到主殿来了？还好是来了，不然怎么知道背后有人放冷箭？安的什么心呢？这样吧，小王爷已到5相之年，半月之后，本君将开启霸王试炼。若其能够闯过3关，即刻起继任为新任南离王；反之，则贬为庶人，可好？好，陛下英明神武，本王到时自会辞去宗老院长侍一职。准了。玄龙王可否还有其他事禀告？无事无事，本王先行告退。陛下，冰宁、罗烈，半月时间，有把握通过霸王试炼吗？我会竭尽全力助他。放心，红颜姐，我会让他知道少年不可欺。恭喜父王，不日便可登基成君。为父本想着，若柳红颜不答应，就借宗老院施压。只不过咱们这位国君啊，到底鲁莽冲动，只怕到时只会懊悔今日的决定。柳红颜真是惺惺作态，谁都知道罗烈从不修武，连武道门槛都没跨入。想要通过霸王试炼前3关，至少得到炼体6级，这可能吗？他分明是不想让自己背上愧对功臣之后的骂名。话虽如此，也不可掉以轻心，该做的准备还是得做。遵命，父皇。罗烈一败，南离王的位置就是小王爷您的了，到时候可别忘了人家哦。你对罗烈就一点不动心？小王爷可真会打趣。至于罗烈，也就少时和他多说个几句话，他便生了自作多情的主意。更何况整个北水国，大家都知道小王爷是第1少年高手呢。罗烈得输个底儿掉了。霸王试炼是曾经北水国1代霸王所留。当年的霸王凭一己之力，就让北水国位居800诸侯国最强前10之列。奈何霸王因伤病过重，英年早逝，没能找到合适的传人。哦，所以他设立了霸王试炼，可是仅仅3关就能成为霸王传人了。通过3关就算完成了试炼，但迄今为止200余年，没人能够闯进隐藏的第4关，获得霸王传承。
目前被盛传最有希望的就是玄龙王的独子重战元，他在北水国是绝对的少年第一人。哼，在没有结果之前，谁是赢家，一切都未可知。你真是变化太大，从前你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冰宁，依你的判断，我目前的实力能去挑战第4关吗？一般来说要到炼体6级才可以，但是你例外，诸天龙象诀的炼体4级足矣。来吧，看来得抓紧突破了。喏，这是我珍藏多年的游龙珠，助你修炼。好。龙之为物，能挥能正。这是什么？八法加持咒有助你修炼内力。罗烈，我为你护法。一开始就长这么刺激呢？其中的劲，我身为火，这海浪势，应该就是水属性。这是。什么情况？难不成出事了？罗烈，里面怎么了？冰流术，南离王府乌泰来，参见赤龙阁罗少主。哼，你说来自哪里？好在游龙珠没有损毁，进出游龙珠需要神识术法辅助，否则必然会遭到破坏。你是怎么出来的？如果我说自己的左手有克杀神识术法的能力，听起来会显得荒唐吗？啊？所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就来试试。冰灵术，攻！火球术，攻！啊，怎会如此？看这招！连线风动，攻！冰宁，这种程度于我而言像刮痧一样没感觉。冰宁，你没事吧？我相信了，你的左手确实有克杀神识术法的能力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你不愿说就罢了，今日之事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谢谢你，冰宁。
罗烈，你会不会责怪红颜擅自做主，让你参加霸王试炼？无妨，我明白他的苦心。当初红颜成为国君时，朝堂之上就有诸多非议，尤其是玄龙王，他仗着自己位高权重，3番5次当着众臣的面挑衅，红颜有苦难言。只因他得护着你，护着南离王府。我日日伴在他身旁，只恨自己不够强大，无法替他分忧解难。你可是北水国第一神师，不过是仗着红颜的身份地位，白白担着一个名头。所以，我得变得更强大，为了红颜，也为了你。我一定会闯过试炼，为红颜姐出口恶气，好好杀一杀那老贼的威风。我相信你。陛下万岁！平身。参见陛下。平身。北水国以武立国，早有南离王为国征战，陛下赫赫战功，为国之利人。然玄龙王以南离王独子自幼不习武道为由，数次进谏，意欲让本君废除罗列南离王继任者身份。玄龙王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本君念及南离王劳苦功高，实不忍心。今日开启霸王试炼，如能闯过试炼前3关，罗烈继任为北水国新任南离王。且慢，本王得知，有资格继承南离王之位的，可不止罗烈一人。罗赤行，他是谁？赤龙阁少主，能排进北水国少年高手前3。玄龙王这是何意？此人并非诸侯王族之列。南离王故去前曾留下遗信一封，提及自己另一个后代身份。此事是时候公之于天下了。玄，回禀陛下，确有此事。遗信是南离老王爷亲笔所写，多年来一直由老臣亲手保管。乌太来，别忘了你可是南离王府的大管家。老臣不敢忘。一个私生子跟我这嫡系竞逐南离王继承权，玄龙王觉得合适吗？本王得为这孩子讨个公道。今日就让罗烈与罗赤行同时进行霸王试炼，胜出者即为南离王。陛下可有异议？既然玄龙王苦心钻营，我岂有不成全的道理？时辰不早了，本王宣布，霸王试炼开始。你说来自哪里？禀少主，老臣为北水国南离王府管事，此行来玄冥国是有要事相谈。不谈，我这里不欢迎南离王府的任何人。送客。现下那2大异姓王之位空缺其一，亏去者不乏其数啊。南离王那老家伙对本少不闻不问10余载，如今腿一蹬眼一闭，放什么马后炮？本少不感兴趣。就不怕我坐上那位子之后，对你府上上下下赶尽杀绝？老臣并无他想。若罗少主实在不愿这南离王之位，
怕是要便宜那个长子，落到一个毫无根基的废物头上了。谁？哈，说起来我倒是忘了，这么多年，我这位兄长倒是活得很是滋润呢。应我主玄龙王的计划，半个月后将召开霸王试炼，如能击败罗烈，这未来北水国的江山，我只想让罗烈尝尝流离失所的滋味儿。少主，烈夫人到。孩儿见过母亲。见过烈夫人。赤儿，母亲，你忍气吞声多年，终于等到了雪耻的机会。孩儿决定前往北水国参加霸王试炼。此行去拿回本属于你的东西。去吧。兄长，别来无恙。希望你等会儿还能笑得这么灿烂。怎么回事？这小王爷还真的有四下习武？没道理啊！难道这几年一直都是装过来的？罗烈所在通道的金狼数量，显然比罗志行的多1倍。玄龙王，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罗志行不比罗烈，自小未能在南离王身边长大，也得不到父亲的全力栽培，所以本王特意安排，一为公平，二也能体现罗烈的实力。哼，他会没事的。父王，就放心吧。就算他能抵得住金朗的攻击。是吧？卑鄙无耻！还好之前在游龙珠内进行了预演，否则真在小阴沟里翻了船。玄龙王并不知晓，罗烈修的是诸天龙象诀，炼体3级。即可寒气不尽，百毒不侵。罗烈，还活着吗？别成了兽口下的美餐啊！放心，我骨头硬得很，只怕狼牙不够锋利。没想到罗烈这小子藏得还挺深啊！玄龙王，
看来你的特意安排并不怎么奏效。确实是很让本王意外，不过这才第1关，陛下稍安勿躁，静观其变即可。避无可避，只能应接了。罗烈想要继任南离王，就得拿出服众的实力，否则就只能成为又一个死在霸王试炼中的无能败者。红颜解柔远见，将这霸王剑传授于我。还真印证了罗烈的那句话：少年不可欺。终于到第3关了，这霸王试炼着实歹毒。这就是冰宁说的蓝银机关人，颜色不对啊，怎么是金色的？好厚的鸡皮疙瘩！玄龙王，你未经本君同意，擅自将蓝银机关人替换成3个玄金机关人，是要将罗烈置于死地，用心未免太过险恶。父王说过，罗烈得南离王栽培，罗志行却没有，那就必须给罗烈加强通关难度才算公平啊！放肆！你眼里可还有本君？本王问心无愧。罗烈已于昨日突破炼体4级。诸天龙象诀炼体4级，铜皮铁骨，结实如粉。打又打不动，甩也甩不脱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好险，这连脑袋开了花。如果用一个足够硬的东西，就能将他们卡住。哼，我找到破纸之法了。差不多了。大功告成。足够硬的东西。你们自己不就是了？后会无期。罗烈，你怎么没动静了？不会命丧刀下了吧？你也太慢了，我先行一步。南离王唯一继承人依旧是罗烈。玄龙王，这次的赌约本君赢。哼，罗志行的目标可不仅仅是前3关。慢一点怎么了？若是闯过第4关，他就是霸王的传承人。
父王，那罗列，他往第4关去了。啊，我不是已经离开第3关了吗？奇了怪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兵尼有提过，100年来，无人知晓霸王试炼第4关，大概都止步于此。难道，如果是幻术，这属于神师术法的范畴？哼，那么就由我来破制。圣祖左手克杀一切神师术法，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一步，浪费这些时间？入得此门，即可得无传承，终身为北水国效力。为何后退？无论来者何人，即便以窃取无知所留，都将被强行接受传承，为北水国君主驱使。入得此门，你的命运已定。我听闻第4关入口的神师术法，可使人肝胆俱裂。恐怕小王爷就算有命出来，也活不了多久。这么说来，未来的南离王是个短命鬼。无设计唯有少年前来试炼，就是使之无力抗拒。即使你强行让我传承，我也不愿接受如此蛮横的思想禁锢。世人皆知，得无传承者，即使终生为北水国君主驱使，也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不在乎，你是北水国一代霸主，我该明白，自由才是作为人最大的立命之本。拥有无上的实力，才能拥有绝对的自由。年轻人，放下你的执念。哼，还以为你的觉悟能有多高？不过是私心作祟，想找个傀儡而已。放肆！想要抗拒传承，就得有足够的底气。接受无知传承，继承无知记忆，永生永世，吃鱼龙鸟，你将成为下一代北水国霸王。不！就想侵蚀我的意志！放弃挣扎，放弃恐惧，直面你光明璀璨的未来吧！爸，妈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这是好熟悉。什么？怎么会？居然能够！够了！你给我退下！差点就完蛋了。没想到霸王传承居然想将人洗脑。即使我相信柳红颜，也不可能永远留在北水国。啊？那是什么？
这块令牌，应该就是象征身份的霸王令了，先收着。这个像是书籍中记载的妖环，现在用不上。啊？哇，这个珠子看起来挺不错，不知有何妙用。信不辱命，罗烈成功闯破霸王试炼所有关卡。玄龙王是否要验证一下呀？哼，要继承双王爵位，至少要达到天星境。你不过炼体境而已，若在进阶期间丧命，那就可惜了。依照霸王遗愿，闯过4关得霸王令者，即可继承霸王之位。罗烈更是不负众望，守住南离王继承权。本君在此宣布，罗烈是北水国史上第1位名副其实的双王继承人。恭贺北水国双王！恭贺北水国双王！王爷救我！王爷救我！小王爷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南离王府，那份血书也是真的，求小王爷明鉴呐！你作为王府大管家，老王爷唯一秘密的重要知情者，可不能出半点差池。苏秋生，臣在，请小王爷吩咐。在府内单独安排一个房间供大管家居住，每日3餐照常配送。除了保障他的安全外，不准任何人和他见面，看守之人也不准与其说话。遵命。谢过小王爷，谢过小王爷不杀之恩，谢过小王爷。玄龙王，本君念在罗烈成为双王的喜事上，暂且不追究你耍的手段，若有下次，定会按照国法处置。至于罗赤行，非北水国人，即刻驱逐回玄冥国。哼，陛下英明。罗烈，恭喜你！也多亏冰宁你之前的帮助。怎么回事？霸王留下的宝物呢？你晚了一步，第4关已经被我攻破了。不可能，罗烈，我会让你亲眼看这世上一切的滋味儿。我已经命人打理好霸王宫，择日就可以移居过去，也方便你修炼。红颜姐，好意我心领了。不过南离王府住惯了，在这里更自在一些。况且霸王宫有点远，若是我想去见你和冰宁，也不方便。也好，那我派人将宫里的赏赐送到府里吧。谢过红颜姐。对了，我在第4关里获取了遗物，不知有何用途。这是大势之珠，霸王在临终前将自己对天地大势的领悟尽数灌入珠子内，供后人领悟，算是武道修炼的捷径。天地大势，修行者广览山川大河、日月星辰，可感悟不同的天地大势，但需要非常超卓的悟性与机缘。若是能够将势加持在自身武学之上，则可为己所用。竟如此神奇，看来这回捡到宝贝了。这是你应得的，努力自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。好甜呐！什么？我是说，红颜姐，你做的糕点好甜呐！心情好，随手试试罢了。若是你喜欢，下次做点新口味给你尝尝。红颜姐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那得是一个精彩的故事。传闻，
在很久之前，有一对书生，他们一起在山上拜师求学。二人能打破世俗观念，轰轰烈烈的相爱，最终化为一双蝶离异而去，也算是圆了二人生前未成家侣的遗憾。是啊，世俗和身份地位，终究挡不住真心相爱的人。这个故事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哎，时间好快啊，已经傍晚了。哦，对了，宫中还有一些政务需要处理。好，那我送你们。红颜，你怎么看罗烈的变化？既然谁也逃脱不了命运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该死！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知错了。下去吧。谢王爷。晦气！父王，这次惊醒柳红颜，被他摆了一道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？你错了，给柳红颜机会的是罗烈。我们一直以为他是个从不修炼武道的废物，但不曾想为了对付我们，他隐忍这么多年。这份心机，你做得到吗？我是儿臣疏忽了。如果柳红颜足够聪明，她下一步不会从朝堂入手，削弱我们的力量。我好像进来了，不过什么也看不到啊。难道是我拒绝了霸王传承，大势之主不肯接纳我吗？看来得登上山顶看看了。父王的意思是，他要整肃军队中我们安插的眼线。老南离王临死前将军权交给柳红颜，说白了，不过是让柳红颜暂时保管而已。等他儿子大了，自然要归还。军队里早就有风声传出，柳红颜独揽军权，削弱老南离王的势力。父王，我有一计，既能对付罗烈，还能重创柳红颜。父王可还记得2年前孩儿外出历练，救下过一个人，名为高闯。
足够强大的人，才能选择自己的将来。是要到达那山巅。得本王传承，岂能窃取本王之事？小小之辈，还不退让！妄图毁我成名行径，阻我去路，便是断我成圣之希望。这般举动才是小人，让你如愿。尔等小辈，口出狂言！神之势高旷磅礴，巍峨壮观，绵延千里，人心远不可及。永久无惧，即可攀至巅峰，看天下万物。天地大势之身世，我已领悟。自此之后，炼体之内同境界，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。吴总管，您还是吃点吧，别闹出人命啊！只要让我见小王爷，我的那些古玩收藏，你俩随便挑。忘了告诉您了，小王爷交代过，将您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砸了，反正以后看不见也用不着了。今晚厨房做了红烧肉，去晚了可就吃不着了。那可等什么呀？走。乌管家，玄龙王让我给您带句话。好，终于来了。没想到几日不见，你已经突破炼体5级了。今日在大势之珠中进行修炼，着实令我受益匪浅。这是老王爷的遗物，他曾嘱咐我，若你修武，便交予你；反之，就不必给你徒增麻烦了。毕竟，这张弓不是普通的武器。老王爷，我爹擅长用弓？不，这是他20多年前无意中得到的珍贵宝器，名为玄冥弓。但他在这方面实在有心无力，便将此弓封存，再无旁人知晓。谢谢，我会好好保管的。这第2份礼物才是我给你准备的。拿好。这是通灵玉璧。红颜让你拿这个来找我。是的，他说这叫通灵玉璧，此物有何特殊之处？这是高级通灵玉璧，唯有四海龙族出产这个，不知道红颜从哪儿弄来的。哟，稀罕东西啊！这通灵玉璧作用很独特。得搭配混沌龙器才能使用。那，你把它附着在通灵玉璧之上，只需1点，便能由此进入龙灵幻界了。看来这又是一个可以进出的空间。龙灵幻界？难不成里面真的有龙？有，幻界内归属于龙族的领域，由他们的人全管辖，权势很大。你可千万小心啊，别招惹到龙族人。好，我会低调行事。那我出发了。忘了告诉你，玉璧会自带一层化形术，进去之后你的样子就不一样了。好像也不用担心。这是面具！我的天，衣服都换了，这也太神奇了！瞧这款式。
是不是红颜姐帮我准备的？谁的衣服呀？真好看。这什么呀？低调低调，先四处逛逛。后面那个人，这小子什么来头？偏晓得，这地方什么人都有。别看了，悠着点。很浮夸吗？不至于吧？多戴着面具不是？哼，好大的胆子！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哼，当然！你竟然敢把龙纹绣在裤裆上，这可是重罪！龙族人啊，诸位有所误解啊，这并非龙纹，是鲤鱼，是我国独有的长条形鲤鱼纹饰。鲤鱼？哼哼，那也不行。好歹也算是与我龙族同族同种，没听说过鱼跃龙门即成龙吗？在下初来乍到，如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我让你走了吗？看来诸位是存心要找我茬了。你这块通灵玉璧可是我给的。哦，这块玉璧乃是我姐赠你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当本公主是什么人？我乃四海龙族三公主龙嫣然。为了让你能进入龙鳞幻剑，柳红颜低声下气的来求我，结果居然进来个怂包。可惜他在我面前下跪时，我还动了恻隐之心了。本想低调一些，看来实在是忍不下去了。就凭你，本公主给你一个机会，真龙斗场1对1。好，奉陪到底。哇，是龙三公主！快看快看，跟她对战的是谁啊？什么来路啊？又是谁得罪你这宝贝徒儿了？嫣然打小就这性子，不过嘛，身为龙族王室，这点血性肯定是有的。报上名来，本公主不占无名之辈。那你听好，我叫龙在当下。啊！太狂了！他敢侮辱龙族！找死！龙三公主呢？被打败了。龙三公主可是真龙，怎么可能会被一拳打爆呢？真的，那人压根就没用过武技。真龙斗场第1局，胜者龙在当下，1战1胜0负。才战第1局，嫣然大意了，再战他必败。哦，我倒是觉得此子一招之内击败3公主，不可小觑啊！我龙族武技是何等强悍，岂是一个连真容都不敢示人的宵小之徒能比？不服气吗？休怪拳脚无眼！不堪一击，还在逞强？少废话！你不会术法，我已经摸透了。这一次就让你看点不一样。逆龙术！看你如何逃得了龙族秘术的禁锢！
你以为我会呆着不动看你放大招吗？这就是我的斗龙尊王拳。真龙第7战场，胜者龙在当下，2战2胜0负。喂，第几局了？第8局了。龙三公主没输吧？她一次也没赢。啊，那是我开创的斗龙尊王拳，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？不是你龙族的人，怎会施展龙族的拳法？这拳法我只秘传给了嫣然一人。什么？真龙第7战场，胜者龙在当下，9战9胜0负。斗龙尊王拳不愧是龙族的武技，比霸王拳还要霸道。还不服输？身为龙族公主，我与你的对战，无畏自己。你是一个可敬的对手，我是真心的。你也不错，本公主为之前的狂言跟你道歉。我接受了，这是最后一局。第10局，即使有损修为，本公主也一定要打败你一次才甘心。宝剑，苏飞头学长，炼体5级，怕是遭不住。第10次，真龙场第7斗场，胜者龙在当下，10战10胜0负。出战者连续10场击败100场胜者之龙族，奖励命宫进龙血1瓶。哟，好东西啊！你们龙族倒也算爽快。我还想多要几瓶，你们谁继续出战？胃口倒是不小，也不怕活活撑死。我成全你即可，只要你能打败本公主指定的人选，我手里这瓶破碎境龙血就归你。我看上了，来吧。龙怒，好好照顾他。龙怒是那个271战连胜的龙怒，这回有好戏看了。若我打败他，就请三公主将那瓶破碎境龙血赐给我。好，如果他能够跪地求饶，主动认输，本公主送你3瓶都行。那么，公主就请准备好吧。希望你是个值得一战的对手。放心，我从不让人失望。让你见识一下龙族技——暴龙拳。如果与我同境界，10拳之内必输无疑。龙族的尊严，这场战斗我必须获胜！你凭什么？这个年轻人居然借着龙怒的气势，
将斗龙尊王拳冲上异境级。东海兄，要不要擦擦嘴角的血啊？红颜姐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既然谁也逃脱不了命运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红颜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哦，萝莉进入龙鳞幻剑有段时间了，就过来看看。她还没有出来。红颜，有件事情，我不知该不该问。何事？那块通灵玉璧并非凡品，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龙三公主。当年的事不是那么容易放下的，她与你彻底交恶，怎会？无妨，交换了一些东西吧。为了罗烈吗？不是为了罗烈，是为了北水国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他那么努力变强，是为了你。没想到，你的身体居然强韧到如此程度。你也不赖。龙族最佳战斗状态是真龙本体，而非人形之态。方才三公主不敌你，并不见得你就真的击败了她。哦，我倒是挺想见一下真龙，看看是不是传说中那么抗纵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！天地大势之雷势！可能也领悟到天地大势，当然是凭真本事。以雷势加持龙族真身之力，如何匹敌？山高我为峰，天地我至尊，双手扶日月，心岛披我身。第7战场，胜者龙在当下，11战11胜0负。真料想不到，这个年轻人会有如此修为。怪物，这是哪里来的怪物？此战之后，龙在当下这个名字很快就会从龙鳞幻界传到整个炎黄大陆。速去查清那个少年的真实身份，我们要抢在其他宗门前面。是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他那么努力变强，是为了你。我有我的责任，罗烈也有他需要背负的东西。我可以是北水国的君主，是罗烈的义姐，是北水国百姓的寄托，却不能是柳红颜。但是罗烈只是罗烈，从来都不会轻易改变，你最清楚的。冰娘，罗烈不是从前那个怯弱的小孩子，他是北水国历史上第一个双王继承人，要担这个名头，是得付出代价的。红颜，你陷得太深了。罢了，我不想与你斗嘴争吵，但别忘了，
我为君，你为臣。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他的实力不得不让人佩服。哼，只是一个仗着自己有点天赋的毛头小子而已。老师是对他能领悟斗龙尊王拳耿耿于怀。哼，嫣然，你竟将一块高级通灵玉璧给了外族人。老师恐怕要失望了。我以起龙之誓言为代价，不向任何人透露龙在当下的真实身份。更不会透露是谁拿走了通灵玉璧。老师，凭您的阅历，该树敌还是结盟？您应该比我更有分寸。冰宁，罗烈，我暂时有事离开，切记不要让龙鳞幻界知晓你的身份，也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在龙鳞幻界中的名字，谨记。原因不说我也知道了。方才苏秋生来过，称有要事禀告，他在正厅等你。小王爷，这是王都逍遥阁的腰牌。正是，我问过乌太来，他只说此腰牌整个北水国不超过5块。小王爷想知道，可以去问君主。哼，还卖关子啊！逍遥银龙令，他说的倒也没错。据我所知，逍遥阁明面上是拍卖搜集各国宝物的商铺，实际上他们暗中控制不少于20个诸侯国，每个地区都有他们设立的分部。这是将自己当地下君主了。不过乌太来能乐意将这宝贝献给我，不仅仅是这样吧？聪明，逍遥银龙令最大的作用就是保命，无论你得罪谁，哪怕是一个王国，他们都可以保你3年内性命无忧。既然如此，他自己为何不用？一滴破碎金龙血不是谁都能得到的。你这家伙能耐倒是挺大。那就好办了，取一滴龙血，滴在背面的旗花上，然后写下你的名字。成了，此令已认主，你可以通过它自由出入逍遥阁。时不我待，咱们这就去看看吧。里面还有部分龙血，算是你尽忠职守的奖励，收下吧。多谢小王爷赏赐。那个大管家如何处理？那就如他所愿。2位贵客，如果有想要购买的宝物，直接将宝物上悬挂的木牌摘下就好。
看到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。战争，惨烈的战争。啊！星角战象血，这瓶怕是已被严重污染，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。无妨，我想买下来。现在它是您的了。二宗老，英宁姑娘也在，那正好。小王爷于半日前杀了我宗老院一女子，本宗老亲自前来，就是要将她押送炼妖狱审问。二宗老弄错了吧？半日前我与罗烈都在逍遥阁内，他何曾干过此等恶劣之事？我以逍遥银龙令持有者的身份，向逍遥阁寻求帮助，可否？犯了重罪，还妄想用一块破牌子逃脱，你还将宗老院放在眼里吗？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！行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跟二宗老走一趟。好给自己还个清白。不可！放心，子虚乌有的事情，亮他们也不敢怎么样。冰宁姑娘，身为罗烈的朋友，也得委屈你了。进气咒，凤。惯例行事罢了，两位跟我们走吧。那里被封住了，二宗老的侍卫里，竟然有神师级别的高手。到了。本院自会通知国君，尽快查出个结果。此事是宗老院抓错了人，我日后定会参上一本。怪不得叫炼妖狱，这么冷，妖活下来都费劲，更何况是人。宗老院这些人心也太黑了，一般非叛国罪是不入此炼狱的。放心吧，红叶姐很快就会知道消息，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搭救。我俩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好。也对，你的左手能解开身上的禁气咒吗？我试试。罢了，这禁气咒是从内向外遏制住了内力之源，十分特殊。有戏！这破门也太厚了，不用霸王拳没法打开。狱中奇寒无比，久坐就起不来了。对。他们不就想让我们俩冻死在这里吗？干嘛随他们的愿？前面道路深邃，连通雪山，或许有别的出路。走，我们不能干等着。恭喜战元兄心愿得成，除掉一枚眼中之钉啊！还得多谢高兄助力，否则二宗老也不会这么容易将罗烈带走。哪里的话，当初要不是战元兄出手相救，高某现在也只是一具尸首，哪有如今的风光啊！高兄，这次帮我，对逍遥阁影响不小吧？
战元兄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这一次就算赔上逍遥阁的名声，也要帮助义父和战元兄除掉罗烈。咱们亲如一家，不计较这些。怎么了？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我说不上来。到底是什么声音？兴许是风经过冰岩的摩擦声。总觉得源头就在前面。罗烈，炼妖狱既能关犯人，也能关大妖，早就如地府一般，什么牛鬼蛇神都有。你不能被迷惑心智，不然我俩就没命了。别担心，我还好，继续走吧。冰明，还是不行。暖和点了吗？别再消耗自己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了。我们自小一同长大，早就是一家人，这么说就见外了。都过了这么久，红颜姐还没来，恐怕她也凶多吉少。这次我们真要死在这儿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冰宁，冰宁，你醒醒！冰宁，冰宁。我错了，一开始我真以为是个误会，到现在才明白，他们想彻底除掉我们。早知道，我就该随身带一些能冲击血脉的药品，或许还能尝试解开禁气咒。冲击血脉？龙血可以吗？我这里还有。龙血只可辅助功法修炼，却不可内服，乃是剧毒之物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罗烈，给我！罗烈！玄龙王是两朝元老，国之栋梁，此次也可加官进爵，承袭你的位置。只可惜玄龙王似乎并不满足，你看上的是这个位置。陛下还是年轻，要知道成为一国之主并非是乐事，
我更愿意当一个下棋的人。我解开禁气咒了。冰宁，冰宁，你醒醒！冰宁，你醒醒！冰宁，你可千万别死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醒了。没事的，我有丹药可以冬折，可把我俩数月生气也给你服下了。你真是吓死我了！我这就帮你解开禁气咒。继续走吧，我们找个合适的地方，打通前往外面的路。你刚苏醒，不要勉强自己。那声音又来了。我们的内力已经恢复了，不如就循着声音找找。你苦心经营宗老院多年，王军中安插了不知多少眼线，现在又试图除掉我的左膀右臂，桩桩件件均在你的计划之内。不错，可我唯独漏算了的是，陛下和罗烈都很能隐忍。那日半途截杀的刺客，也是你安排的人吧？如今知道也不算晚，那是本王的13黑鹰卫。啊，没路了。从那边传来，你看。这条锁链另一端被冻进冰墙中，看来曾有人试图打破它，另择捷径。看样子是走在路上，抵不住严寒而死，所以锁链被冻住。太硬了，这冰墙冻得过于结实，靠蛮力真是举步维艰。古籍中曾记载，有一些宝物可释放3昧真火，融化万年寒冰。宝物？对了，通灵玉璧。我现在解开了禁气咒，可以用通灵玉璧去往龙鳞幻剑。走，我们一起。此物已认主，只能供你自己使用，无妨。我留在此处等你。那我速去速回。这瓶留给你，龙血的温热也能维持一段时间。公子，不知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？我找你们长老啊。我们长老有要事，暂时分不开身。行啊，看来你们逍遥阁也并不在乎名声吧？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。小友找我。这是我们逍遥阁7长老。
那我就直说了。前些时日，我外出历练，撞见一桩趣事，本来没放在心上，今日听闻此事闹得挺大，如果不妥善处理，恐怕循规蹈矩的逍遥阁就得遭人非议了。看此人的装束，是前些日子在真龙斗场大胜龙族的龙在当下。小友但说无妨。心机倒是不少。如果小友所言属实，我保证逍遥阁会给出足够满意的答谢。既然七长老这么有诚意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前几日我外出历练，正巧撞见一少年手持逍遥银龙令求助，结果被人掰碎了。此事所在何地？就在你们逍遥阁北水分部。万万没想到吧？逍遥阁号称可保持令者3年性命无忧，可这少年非但没得到庇护，还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绑走。你说是不是件趣事？马上去查。多谢小友提醒，让我们有机会挽回声誉。作为答谢，小友有何需求，尽管提出。我修炼需要一种火属性之强的宝器，你们这儿有没有？此物名为3昧真火珠，烈性极大，不知小友可否满意？行，就它了。刘兄，区区一个逍遥银龙令的事情，何必你亲自出马，横跨100万里之遥呢？我在乎的是，龙在当下居然在北水国都现身，这个线索岂能断了？哦，刘兄这是有意招揽。不只是我们，那日与龙族一战，至少10家能影响到大陆格局的势力，都想查出此人的真实身份。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。龙在当下称自己只是路过偶遇此事，可是我却不这么认为。七妹有何见解？我推测，龙在当下就是那个被绑走的少年。啊！迟则生变，我们得加快了。你回来了，他们没有起义吧？放心，我只说自己游历到北水国王都，见到此事而已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到了，那个声音的源头就是从这里发出的。那是……怎么了？有一股很强的力量，试图动摇我的精神力。好像兵团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朝中言官曾上奏谏言，劝诫我养虎为患。我念及老南离王刚刚离世，不想让北水国再生异数，才一味放纵你到现在。今日就让本君亲手了结你这个祸患，禁卫军听令，绞杀逆贼。
黑白球，这不就是熊猫？是谁擅闯寒冰图岭，扰人清梦？禁敌者，变！好生强悍的实力，这怕不是上古妖兽，普通手段降服不了他。那怎么办？三角战象血可以一试。可内瓶大部分都被污染。我来提炼，你拖住他。好。巨野术，变！毁我口粮，绝不能忍！这家伙本事不小。糟糕！连旋风动，轰！罗莉，成了。好，我来吸收。我帮你拖住他。护体令，冷月诀，轰！好强大的妖兽！再来，再来！不好！噬心咒！罗莉，还没好吗？胜利，久等了。电梯6级，我生虚电，力拔山兮。
众天兵天令，死战！杀！半天刺，你长眠吧，将来有人会唤醒你，他必定代表整个人族的未来。死战魔族，永不退却！原来是你！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也不认识你。我叫半天刺，曾是人族身边最骁勇善战的神兽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在炼妖域沉睡千年，就是在等你。别扯！我只是个普通人，和你的相遇完全只是巧合。你是人族未来的大英雄。可笑，我甚至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可是，人族明明说过，将来唤醒我的人会继他之后扛起大旗，与魔族对抗，永不退却。我不是他，我要找的那个人，他早已经死了。罗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个罗烈。别怕，别出声。姐！小事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这点危险不足为惧。你之前可是一直很木讷的。在没有结果之前，谁是赢家，一切都未可知。你真是变化太大。从前你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原来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个罗烈，他已经不在了。对不起，我不配做什么大英雄，就像这次害你陷入险境。我保护不了你，更保护不了其他人。我只想活着，我想回家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不管来自何处，是什么身份，你都是罗烈。别担心，我会帮你回到属于你的世界。谢谢。哎，那我呢？玄龙王的修为又精进。是陛下忙于日理万机，固步自封了。今日之变，不知要流多少人的血。哼，下棋的人怎会在意棋子的死活？陛下怕是忘了，罗烈和神师还关在炼妖狱里，他们怕是撑不了多久。陛下不如早点撤兵，兴许还能见上他们一面。玄龙王这是和我谈条件吗？可惜我生平最讨厌被人威胁。莫非本王高估了你们的情谊？原来他们也是你的棋子吗？哦，是弃子。
继续进攻，死守王城。张元兄，罗烈与雪冰凝被关进去这些时候，恐怕早就变成2块冰人了。何苦你再跑一趟呢？当然是来看笑话的。我也很想看看他在我面前还能不能嘴硬。怎么是你们？你们没死，哼，让你失望了。难道是你身怀异宝，可抵抗炼妖玉的阴寒？崇祯元，你竟敢私通逍遥阁，借刀杀人，今日之事，必定你们谋反之罪。无所谓，反正你们也是将死之人嘛。兄长，我俩的恩怨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想杀他，先过我这关。解开了禁气咒，哼，毁誉伎俩。罗烈，还有何能耐嚣张？双动术，战！不愧是北水国第一神师，但今日谁也救不了罗烈。痴心妄想！以为你有多强？不过如此。打算给我原地立飞，你不配！高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战元兄，这和当初咱们商量的不一样。这不是明哲保身的时候。若是他俩逃了，逍遥阁的罪名告上就有你的名字。寒霜冰玉，看！该死！天诛流星！哼，解决了一个。冰凝。今日你们都得付出代价。罗烈，该是你跪地求饶。小兄弟，且慢。
逍遥阁。弟子高超，见过七长老。哼，违背逍遥阁宗旨，假公济私，废除长士身份，押往主阁候审。弟子知错，弟子知错。听闻北水国突发事端，牵连甚广，老夫代表逍遥阁特来主持公道。小友，不如将这位姑娘安置于马车中，可好？多谢七长老。此子不卑不亢，倒是与那龙在当下颇有几分神似。这块逍遥金龙令送给小王爷作为补偿，可提出3个要求，老夫都可为你做主。用这个提要求，七长老都能答应？正是，持令牌者即代表逍遥阁所护之人，不容辱没。第1个要求，废除宗老院，让这些为玄龙王马首是瞻的人，统统滚出北水国。北水国宗老院亲贵，依仗权势，讨接人命，废除宗亲身份，逐出北水国。如有违背者，杀无赦。第2个要求，由我亲手处决崇战元和罗赤行。罗烈，你休要欺人太甚！我可是玄冥国烈家子嗣，岂是你说动就能动的？就非动不可。如何？虽然里面极寒无比，但我还是捕捉到一丝3昧真火珠的气息。龙在当下，看来罗烈就是此人了。休伤我儿！娘！罗烈，亮你再厉害，也不敢对玄冥国位居前2的大家族动手。玄冥国烈家烈红云见过七长老。烈夫人前来，若是为儿子求情的话，恐怕只是徒劳。不，红云只想与罗烈谈谈。罗烈，多年未见，我却还记得你尚在襁褓中的样子。你的名字由我的姓氏所起，是希望你们兄弟2人能够互敬互爱。你父王生前交代我，无论赤行犯下何等大错，要求你至少饶他3次性命。罗烈，你可以不听我娘的，可不能不顾老南离王的遗愿。七长老，我以金龙持令者身份，要求执行。且慢！我以3枚逍遥银龙令持有者身份提出要求：一、免除我儿崇战元与罗少阁主在此事中的一切过错；二、废除罗烈的王族身份，逐出北水国。什么？啊！他竟有3枚银龙令！你以为凭此能救得了他们？为何不可？3枚银龙令与1枚金龙令等效，要求同样的待遇。逍遥阁的规矩，老夫也不便违背。你与冰宁在炼阳域待了许久，需要调理养伤。多谢关心，不必。冰宁昏迷不醒，你总要替他多考虑。陛下，我与冰宁的性命和你要做的事情比起来微不足道，所以你没必要以替我们考虑为由息事宁人。今天的事情，我压根也没打算给自己留活路，不为别的，单单是冰宁陪我涉险又被重伤，这个公道我替他讨。哼，小子还有何能耐？第3个要求，旁人或许罪不至此，但唯独你不行。崇战元，我要与你来一场1对1的生死决斗。好胆！
我堂堂北水国少年第1人，还是第1次被这样挑衅。我以双王之位做赌注，你若赢，你就拥有双王之位继承权。我可以同意，但这必须得是一场复刀战。哼！三个要求已实现，逍遥银龙令作废。怕的话，说句大爷饶我。可笑！看来，重战员确实比罗烈强一些。这几招下来，罗烈应对的很是辛苦。未必，目前为止，他并没有使出全力。你的意思是，罗烈在等待时机？罗烈，这次送你去见老南离王。你想利用龙臂上的尖刀伤我，趁机取我性命，可惜预算我没有打响。哼，倒是冤枉我了，只是为了让你插翅难逃。若是不借助复刀战，你连让我受伤的资格都没有。现在只要罗烈使用山式回击，便能彻底确定他的身份。来了，就看这招！切记，不要让龙鳞幻界知晓你的身份，也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在龙鳞幻界中的名字。谨记。天地大势之术士，罗烈，不足之事，无坚不摧。不愧是北水国少年第1人，果然不负盛名。天地大势，
对修武者悟性要求极高。钟占元不过10几岁，竟有这种修为。罗烈，来呀！天地大势已出，你还有何能耐与我为敌？或许真是我俩猜错了，罗烈不是龙在当下。若真的错了，又如何解释炼妖域内3枚真火珠的气息？打，狠狠的打！我只想看看他的骨头能硬到什么程度。赤儿，他毕竟是你的亲兄弟。复刀战可是生死契约，就算我今天将你就地正法，北水国也无一人能问责于我。北水国2大一星王本该携手辅佐君主，与外敌安民心，可你们父子却一再篡权夺势，鱼肉百姓。陶爷本就是腥风血雨，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们千不该，万不该伤害到我的亲人。之水，天上来！怎么会这样？他居然不是龙在当下，怎么可能不是？水势怎么不是山势？水之势，波澜壮阔，轻盈浩荡，就是为了冲刷你们这些人的肮脏。罗烈，必取你性命，谁也保不住你！杀重战元的是你的野心，若真在乎儿子的生死，就不会让他走上和你一样的路。因为听令，绞杀罗烈。是。齐长老，这是本王的私事，你也要管？老夫也是按照约定办事，复刀之战，胜负自有定论。那就别怪本王不留情面了。玄龙王，你儿子都没本事杀他，更何况你这个老匹夫！水火不侵、铜墙铁壁的身体，岂是你能撼动的？可你明明……不做做样子，怎么让重战元轻敌呢？赤儿，赤儿，罗烈，你残害兽族，你父王在
九泉之下会死不瞑目。如果他还在，也断不会对罗赤行置亲兄于死地的做法网开一面。玄龙王，就此收手，本郡还能留你个全尸。那我得多谢陛下开恩了。哼，祈祷师为少主报仇。是。够了。齐长老，今日罗烈必然要以命相抵，谁也拦不住。我一人或许不行，但我代表的是逍遥阁，难道玄龙王要与整个逍遥阁作对不成？即刻将罗烈逐出北水国，斧刀战的伤亡，双方不可追究。好，罗烈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小王爷，此举也实属无奈。玄龙王一心要取你性命，为今之计，只有你离开北水国，对你，对冰凝姑娘都是好事。谢过七长老。冰凝，她好像伤得很重。她的伤，除了炼妖玉的苦寒，似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，怕是会陷入长时间的昏厥，无法醒来。七长老可有法子？金兰国国师杀千里，术法精妙，对于奇诡难解之事颇有造诣。小王爷不如即刻启程，前往金兰国寻他一试。七长老对我有恩，日后有任何麻烦，只需一句话，我罗烈必将倾尽全力相助。小王爷一路保重，后会有期。保重。黄图霸业是在血雨腥风中诞生的，情谊在权位争夺中是那么的浅薄如纸。成功的路上留一份纯真，总是好的。好，这边看看，这边看看，便宜卖了。啊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看看又不会怎么样。这一路上你试了这么多次，有一次成功的吗？没有。治不好你瞎检查什么？他明显是受了很重的寒气，还遭到了某种东西的反噬造成的昏迷，但还是太低级，我治不了。连低级的都治不了，高级的还能治啊？喂，你可别看不起我呀！越高级越能治。哼，你就吹吧。小笨熊，你招打！
嘿嘿，怎么样？我治好了吧？是不是比之前更加灵活有力呢？切，我可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姓范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半吊子，是很不纯正的神师。我很纯的呀，我还是处男，是处雄。恭迎小王爷，国师早已有过吩咐，请小王爷随我前来。请小王爷稍等片刻，国师即刻就到。有劳。久闻小王爷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非凡。若非情况紧急，实在不愿叨扰国师，还望见谅。七长老已经将情况告知。对于小王爷与姑娘的遭遇，我深表同情。国师，我说不来那些弯弯绕绕的话，只求给句准话，是不是能治好冰宁？情况不妙吗？要治好冰宁姑娘的办法倒是有，就看小王爷心有多诚。他为了助我，毫无保留，只要我能办到，也必将全力以赴。虽初次相识，便知小王爷是个奇人。这件事非你莫属。何事？不急。此行舟车劳顿，冰宁姑娘还需调养一些时日。小王爷不妨在府中住下，我这便去准备明日所需的灵器。多谢国师。小王爷，该用晚膳了。有劳，放在门边就好。是。我以为到了这个世界会不一样，结果没什么区别。同样因为他人的过错，背井离乡，杀千里受人之托才肯帮我，只是我未必满足得了他的要求。到时候他若是不肯依你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国师，这些碧竹是我精心培育、汇聚日月精华的珍宝，若不是交情甚笃，轻易不是。劳烦国师了。小王爷太过客气了。赤红仙滴是碧竹吸收日月精华后凝练出的露水。
蓝负七根，化！此玉名为安子玉，是我金兰国的国宝。此玉养人可助恢复。还不行吗？小王爷不要心急，术法已经解除，冰凝姑娘不日便会醒来。多谢国师亲力相救。不知您所询问的那件事情是？我希望小王爷能代表金兰国参加6国少年争霸赛。代表金兰国？我一个外族人，恐怕不合适吧？眼下，国内最出众的便是3王子与9王子。但是，这场比赛关系着2国间的国疆之争。金兰国虽有逍遥阁撑腰，但千山国也有梵天商会作保。为了保证双方利益都不受损，我们选择各退一步。若是参赛，我无法保证能拿到第1。栖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如果小王爷需要，我也可以帮你回到属于你的地方。我不太明白。小王爷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我。我会认真考虑。那就不了。冰凝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啊！啊，你终于醒了，要喝水吗？我这就去倒。让你担心了。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除了感觉有点累以外，都还好。炼妖玉之行，让你受苦了。红颜姐那边，我们是亲人啊，互相帮扶是应当的。不管如何，你都是罗烈。冰凝姑娘比我预想中醒来的更快。小王爷这下可以安心了。不过大病初愈，还需仔细调理。多谢国师出手相助。无妨，拔毛济事罢了。今日是月圆佳节，王子们会在云月山上大摆宴席，二位可去散散心。国师，之前所说之事，我答应你。来，这酒好啊，这酒不知道红颜怎么样了？你不埋怨他当时见死不救？没有肯定是假的，可是结果已定，过于纠结不过是徒增烦恼罢了。这不是最近声名鹊起、北水弱国的小王爷罗烈吗？谁给你的胆子坐殿下的位置？哦，那你叫这个位置一声，看他答不答应？哦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抱歉，我不感兴趣。你以为自己还在北水国吗？但凡识趣点，就主动将位置让出来。师兄，罗小王爷是贵客，如此对待，未免失了礼数。管他是谁，
得罪九王子就是敌人。哼，有种就和我过2招，还是说温香软玉在怀就没了男子气概？哼，输了可别哭爹喊娘。今日是月圆佳节，放着美景不赏，岂不是浪费了？姑娘说的在理，九弟平时一张嘴就引经据典的，今天怎么哑了？唉，嗨，坐哪不是坐，还非得认准一个位子，难不成你的屁股更金贵些？哼，粗鄙。不过，石醒龙说的也没错，作为代表金兰国的少年王，就得拿出真本事，不然啊，无法服众。比赛之时，我只顾比自己，亦不会对其他人发号施令。各位王子，自行安排便是。王兄有何妙计？我金兰国向来尊云岳山的古老桂树为国树，不如你我兄弟就借着拜月夜会，让月桂树决定谁是少年王。甚好，谁若能引发月桂树的意象，少年王身份就归谁。一言为定。王兄，请。这块至宝名为望舒石，乃是坠星打造，本王心悦已久，却求而不得。直到前几日，梵天商会的百里商长老亲自将宝物交于我手中。望舒石乃天使啊！多少王公贵族花重金求取都未果，还是三王子人脉广啊！日升月横，朝朝之语，千峰同色，光耀银汉。龙吟月辉，是龙吟月辉啊！功力了得啊！今天的运气也太好了，明天就去金兰坊试试手。小弟如何？王兄厉害，小弟佩服，只能尽力一试了。金灵桂花枝，王兄好眼力啊！前几日所得宝物，听闻最容易引发拜月异象，还得多谢王兄给这个机会。日升月横，朝朝之语，千峰同色，光耀银汉。玉龙向月，10年难遇的奇景啊！天哪，我看到了龙！九王子不霸气，属下自愧不如。金兰国有九王子，是国之大幸，民之所向。你们尚且年轻，勤苦修炼，自会更胜一筹，不比他人。年龄到了，想提提修为都难于登天。哼！殿下，王兄别急着走呀。小弟是这次拜月夜会的主人，理应要亲自送你下山才行，否则有失礼节。小丽，把月饼切了，再泡一壶菊花茶。就知道指使儿子，自己泡茶去，我再洗点水果。妈，桌子我已经摆好了，
老婆，这块月饼，小烈自己拿啊。就是得这样，一家团团圆圆，才叫过中秋啊！涅槃月滴，传说居然是真的。即便是先天无法修武的人得到，也能涅槃重生，获得非常体质，成就无漏金身。如此宝物，我要定了。炼体8级，吐气若苍龙迎啸，身动如战象奔腾。罗烈，你突破了。炼体8级。罗小王爷，自古英雄相惜，我不允你争那少年王的身份，只求重金买下涅槃月滴。冰宁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吧。涅槃月滴本就是我金兰国桂树所出，何须买下？罗烈，交出涅槃月滴！月圆佳节，我不愿起争执，让开。如果没有我和王兄分别引发异象，你能得到宝物？不交出来，就别想全身而退。我现在才知道，金兰国所谓的以礼相待，竟然是无理取闹的礼。姑娘与其阴阳怪气的指责，不如劝劝小王爷，让他认清形势。我决定的事情，没人能改变。敬你们贵为金兰国王子，请自重。动手！狂妄！有失礼数，我海寒，冷月斩！动手！剑影术，攻！在下不才，早就想会会北水国第一神师，二位可否行个方便？请便。多谢成全。倒是有些本事，我修炼的可是洛阳退凡诀，至今没人能在10合之内击败我。哼，不过如此。
一体术分。人呢？你们太弱了。姑娘是否需要稍作歇息？在下愿意耐心等待。不用，雷鸣大阵。玉虫剪，明明已经治好了，怎么会？引雷诀！姨娘，不利，休得逞强！以孙老姐！不动真格的，你还以为金兰国没有高手了？镇国武技，破碎金兰术。还有谁不服？我们走。国师，小王爷与那姑娘已从宴会回来，似乎不太顺利。不奇怪，两位王子原本就不好相处，他俩能全身而退，已经是幸运了。小王爷不仅引发九龙啸月的异象，还得到了涅槃月滴。哦，哼，近几日，国师府可得热闹起来了。快接下战帖！出金兰国！快点！接下战帖！滚出去！快接下战帖！大清早的，什么动静？接下战帖！滚出去！国师，实在对不住，扰了府内清静。无妨，很久没这么热闹过。拜月夜会上发生的事，可是举国闹得沸沸扬扬。唉，本来担任金兰少年王这名头就已经够引人瞩目了。涅槃月滴继续留在手里，确实是个麻烦。听小王爷的意思，得到宝物，一点也不开心。有一个地方倒是能帮得上忙。怪不得梵天商会会有实力和逍遥阁抗衡，好东西不少啊。小王爷说对了，民间历来有北梵天南逍遥一说。梵天商会五长老百里商，北水国罗烈。小王爷是否好奇，为何是本长老出面接待？这么说，五长老对涅槃月滴也有兴趣。涅槃月滴必成无漏金身，谁会不想要？哎，
可是我来这里是要拍卖宝物的。小王爷，这里是梵天商会，是拍卖或者其他都由本长老说了算。我只拍卖。放心，拍品已经入档，若是出了意外，整个梵天商会都会赔个底朝天。哼。啊，这是大轮冥王印，当今圣上之下第一人的孔宣道宗，在破碎境时期开创的武技。这一块石碑是梵天商会的镇会至宝啊！既然事情已经办妥，我就静候百里长老的消息了。打扰国师了。冰凝姑娘，近来恢复的如何？我来正是想请教国师，不知国师可否解惑？赤红仙滴、秦岚负七根、安子玉3样宝物汇于一处，能够拔灾除邪，但也会令体内真气逆流，气血虚浮。原来只是治疗带来的影响，是我多虑了。冰凝姑娘，平日得多注意调息，尽量不要运气用功。多谢国师提醒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呀？那金兰国惊现了100年一遇的九龙奔月，涅槃月滴现世了。啥？此物在何人手上？挂在梵天商会拍卖呢。哇，真的！不愧是龙鳞幻剑，消息如此灵通。这样一来，就不怕再有人来找我麻烦了。你哦，姑娘认得此物。这是圣祖命轮。没错。可是命轮不过是传说之物。圣祖正道以血肉之躯穿过能够连通时空的命轮，最终成神。命轮被圣祖族人保留，经由万世，最后下落不明。命轮失去下落，锻造图纸却留了下来。就算有图纸，也未必人人都能成功。命轮真的可以连通时空？我仔细研究过图纸，每个部件都蕴藏复杂流动的符文。我已完成将近1半的复刻工作，只是仅凭我一人，怕是无法维持所有符文同时运转。命轮的构成与机关造物有关，小女不才，曾粗略研究过一二。若国师不嫌我才疏学浅，我愿意倾力一试。国师，请让我协助您完成复刻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待完成后用命轮送罗烈回家。既然姑娘如此坚持，我答应你的请求。多谢冰凝姑娘出手相助。主人。
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蝶恋，一个愿意在旅途中留下一份纯真，一个重新能听懂心跳的人。我叫罗烈，一个四处飘荡的游子。此处别院我命名为游子阁，反正本就是为你准备的。黎梦和醉柳以后就是你的侍女了。你在龙鳞幻界里筹备这些，就不怕玄龙王在北水国借机生事吗？你终究还是关心我的。复刀战后，玄龙王元气大伤，已经很久没有插手朝堂之事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。我只是做了我应当做的。今日我得到消息，玄龙王连同烈家抵达了金兰国，怕是图谋不轨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游子阁中的石壁是由龙石打造而成，你可安心在此修炼。谢谢你，红颜。哦，听说对决的二人是2大门派内的大能啊，这可不得了。为点什么呢？是涅槃月帝，在金兰国的拜月夜会上现世了。能助武者修成无漏金身的涅槃月帝，涅槃月帝要开始了。3日了，自那天夫人离开后，主人就一直闭门不出。我上去看看。我的身体怎么会不受控制？这是气血逆流。主人，你怎么样？无妨，都怪我强行催动真气，休息片刻就好了。主人，刚收到消息，涅槃月帝的拍卖竟逐到了最后，有孔雀氏族和乌云仙道场的2位大能出价相当。根据规则，他们要对决一掌，定归属。孔雀氏族，林梦，明白。我和醉柳去取玄灵镜。乌兄，许久不见，听闻你的修为又增进了。在下天赋不及孔姑娘，只有更努力一些。都知乌兄的仙流牵一法超然绝世，今日还请不吝赐教。多谢孔姑娘抬举，在下献丑了。这2位好强的内力。主人，方才我打探一番，得知右边那位是孔雀氏族孔宣道宗的后辈孔离，左边那位是乌云仙道场中排名前5的乌胜离。你们觉得谁的胜算更大？当今圣人之下，道宗有数10位之多，最强莫过于孔雀道宗孔宣，能与之一战的乌云仙道宗名列其1。2者弟子也曾斗争，孔雀氏族胜多负少，后有说法，乌云克星是孔家。不愧是红颜安排的人，见识非同一般。这招是乌云仙道宗在破碎境时开创的武技——仙流牵一法。
原来如此啊！那块石碑中缺失的部分，恰恰是这种心有众生、通达明彻的武道韵味。恭喜主人，心有所悟。承让。甘拜下风。啊！结束了，谁赢了？结束了。不晓得，大能出手果然不同凡响。冰凝姑娘，一旦开始，就不能轻易中断，否则命轮上的符文逆流会反噬自身，你得考虑清楚。国师放心，我意已决。我将展开命轮构造，并用术法维持。冰凝姑娘需在其上撰写术法符文，填满上中下3层。如何？符文撰写不上，步骤应该没错，难不成是细节上有出入？国师，如果反向运转第1层轮轨，或许可行。冰凝姑娘，真是心细如发。现下如何？无法。很好，第1层符文已经完成。可惜，只点亮了数秒。看来，要启动中层轮轨，不只是撰写咒文这么简单。冰凝姑娘，今日有你相助，我们离成功仅1步之遥。哎，这边看看来，刚出炉的包子。昨天那场对决，孔雀氏族的大能还是更胜一筹。那招大轮冥王印，现在想来还是震慑人心。当年孔雀氏族开创者孔宣，为了兑现一个诺言，一人之力横扫6大道宗，被称为当今圣人之下第1人呢。前面就是梵天商会，你这样的天才地宝，不如卖给人家用来炼丹，一定大补。你好狠的心呀！告辞。哇，今天这开品可以啊。这个真不错。最近得了，明天啊，我一定要买一个。上回买了一个，攒上钱了再说吧。哎，就是他呀，还真的实在关键。你的涅槃月滴已经拍出去了，是孔雀氏族的一位大能，他的出价是孔雀冥王令1块。啊！孔雀冥王令，可以直接请孔宣道宗为自己办事呢。那可是孔雀氏族老祖啊！多谢百里长老告知。怎么？百里长老还有交代？你觉得自己能保住孔雀冥王令吗？这是我的事。本长老念你将涅槃月滴交给梵天商会拍卖，对我们如此信任，决定用梵天令交换孔雀冥王令。梵天令？
怎么能和孔雀明王令相比啊？不是一个等级嘛。长老未免也做得太过了。这副长老，百里长老，且跟我说说，梵天令和孔雀明王令孰轻孰重？本长老是为你的安全着想，才有此决定，你也无需太过感激。行，那我还真就得多谢你，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。为孔雀明王令宣誓，若我之死与梵天商会有关，请孔宣老祖为我报仇，灭掉梵天商会。是啊，本座已知晓，令牌收回。这是，难得一见啊！是啊，疯了，他疯了，他居然就这么用了孔雀明王令。哎呀，果然是年轻气盛啊！我罗烈只有站着死，绝无跪着生。好，好，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本长老便要看看你是否能走出梵天商会。老夫印象里，梵天商会向来尊重每一个义务者的正当权利。见过七长老。这个逍遥阁的人怎么来了？原来百里长老在跟一个毛头小子争一块令牌呀，与你无关。本以为梵天商会势力不俗，没想到也会为了满足一己私欲，擅自修改规则。若传出去，谁还敢将宝物交给梵天商会呢？这长老真的这么做了？既然刘老兄为你撑腰，本长老暂且放你一马。不过罗烈，今日梵天商会名誉所受之辱，他日定将全数奉还。拭目以待。今日多谢七长老解围，否则又是一番血战。小王爷何苦再为自己多添仇家？你表现出来的潜力太大，对任何势力来说，要么拉拢你，要么与你为敌。有些事情不得不为之，一味的委曲求全，忍辱负重，我就能活着吗？哎，你我虽无师徒缘分，却可以成为朋友。大赛在即，龙灵幻界中奇人无数，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但凡有求于人，只要能拿出高于其价值的事物进行交换，总会心愿得成。小王爷不妨去碰碰运气。一物一物，多谢七长老提点。这是什么呀？绕一绕，我看看。有子阁有奇人，阶下神识不至榜，医术高深莫测，大可前来一试。好大的口气，不怕闪着舌头？说不定还真的行呢。去看看，能不能治且不说，反正魄力是有了。哎，走了。这边请。我从大早上就来了。前面的快一点。不是说好只需要治疗榜单上的那几个人吗？可能龙灵幻界里有病的人真不少。哼，你吹牛，我受罪。我会交代林梦醉柳，让他们少放点人进来。我先回书房了。哎呀，明图啊！哼，要不是逍遥阁长老护着那个畜生，
何至于你我大费周折追到金兰国？列夫人放心，一切安排妥当。我听闻他又有国师杀千里之耻。哼，国师怎比得上国君的儿子？2位王子答应合作了。玄冥国列家列赤飞、列赤峰、列赤云见过玄龙王。好，列家果然人才辈出。我已让3人练就神功，就等6国少年争霸赛上一击必杀。届时就看列家少年郎的英姿了。王爷，罗烈在拜月夜会上与2位王子起了冲突。老南离王要是知道儿子如此好勇斗狠，得从棺材里爬出来，再活个50年。罗烈的修为似乎又有长进。即日起，这个位置就交给你，别让本王失望。13黑鹰卫必当尽心竭力，为王爷分忧。啊，红颜，你怎么有空过来？刚做的点心，拿来给你尝尝。吃多了金兰国的饭菜，还真挺想这口点心。想再吃，给你做就好了。这2本你收好，这可是我费尽周折才弄到的。此外，还有一样东西。这是？我一直记得你说过的那个故事，所以特意找人打造了这枚玉佩。北水国有一种独特的双生蝴蝶，名为灵犀蝶，一阴一阳。若是其中一翼受损而破碎，另一半翅膀上的灵粉就会发光。灵犀蝶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你我各执一半，即使不常见面，我也好知道你安好无忧。今天打烊了，请明日再来。抱歉，我们……你是？炼铁8级还是不稳，本想着一直闭关到大赛前，尝试突破下一层。哼，好一个百里商，竟然将赛程提前10日，真是给他误打误撞上了。唉，无论怎样，10天时间都不够突破啊。要是20天就好了。10天不见得就真的无法突破。愣着干嘛？你若不找我，何必接棒呢？难道真的要做悬壶济世的医者不成？不愧是神师不至榜位列第1的暴力鸟，够爽快直白。不过我更好奇，一个敢在龙鳞幻界中得罪龙族的人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越少越安全。罢了，我只观风华正盛的龙在当下，是否真的有本事治得了我的顽疾？说了多少次了，要善待我。美女姐姐，给我差不多一些。爱美之心，人不妖兽皆有之啊！嘿嘿。传闻上古时期有一只黑白皮毛的强大妖兽，在神魔之翼中血战魔族，威震八荒。这个可爱的小家伙，莫非就是能治你的是上古妖兽？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？作为交换，你得助我
在这段时间提升修为，完成突破。无论成与不成，你都不会失去什么，不是吗？符文撰写已经完成，接下来便要施展术法，催动命轮雏形运转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就知有没有一滑伤病除，二滑身体通，三滑四滑延年益寿。你可太像江湖骗人郎中了。喂，你懂个熊猫脚脚，这叫仪式感。知道我的情况了吗？你俩得打一架。啊？调动真气时，会让百会穴贯通全身，这样病症特点才能表现出来。来，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。好，请赐教。嘿，看招！美女姐姐，别手下留情啊！精巧的武器，我曾让一位隐士神师为燕舞扇施过特殊术法，扇叶相连便可形成阵法。而现在就是我最痛苦的时候。他不是有顽疾在身吗？怎么会这么强？兴许是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对手身上，暂时忘却身体的痛苦。这到底是武器还是冥器？怎么会吸人真气？不不不！燕姑娘，咱们只是切磋而已，没必要取我性命啊！你输了！范天赐，你别顾着看好戏啊！你要再慢一点，就等着明年今日祭拜我了。我自有分寸嘛。怎么样，能治？我刚才好像又失控了。扇子上的图文，所以金丝构成，却是非常阴毒的术法。每用扇中阵法，便会消耗使用者的寿命，直至暴毙身亡，成就阴毒法器。这么说，我身体所有的不适都是因为燕舞扇。可还找得到那个神师？我连那人姓甚名谁一概不知，只是游历时偶遇。只怪我那时太年轻。扇子交给我，你也交给我，都能治。好，那就多谢二位，我也得兑现承诺，助你提升修为。请，不吝赐教。稳住，此刻绝不能乱。冰凝姑娘，既有机会脱离，何苦再受你控制？归神诀。不惜气质，一问心神，休想让我回去！居然提前完成最后一步。火炬离体，你也无需存活，不如就成为我化作巨型的养分吧。一体一实，相辅相成。他殒命了，你也会灰飞烟灭。你当我是无知小儿，
想对付我不成？是让我归于原位。元神祭出。你就不怕伤了自己？祭出神识就有十足的把握，你也休想再遁走。有。混神灵阵。你动的真气越多，自身消耗便越深。与其受困于人，不如神消魂散。妄想！神识归位。我神明所造的法器，凡人穷其一生都无法触碰。你我二人却以凡人之力复刻了这等生物。也许你我本就为这一天而生。美女姐姐，你说的修炼方法能行吗？他平时修炼或许不慢，倘若在水中发动水势修炼，绝对比神师辅助的效果明显。明晰运气，以掌击之。都忘了问他会不会水。担心什么？再等会儿，如果还没出现，就去下游吧。哦，去下游干嘛？顺着河水流向捞人呗。所以心狠，还得是你。罗烈，修炼在于四平八稳，而非急于求成。明晰运气，以掌。水能载之，亦能覆之。你要做的便是如何与水融为一体。道理我都明白，但是以水击水，换来的不过是大浪滔天，否则我也不会被卷入水中。看看身下的竹牌，随波逐浪也不是坏事。随波逐浪。漂亮姐姐，如果主人练成了，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？那就祈祷你能得偿所愿吧。炼体九级，脱胎换骨，风随云动。主人，成了。多谢。恭喜你，修为又上一层。美女姐姐，别忘了兑现承诺呀！我答应他，只要你练成，就给你做3年的管家。万分荣幸，还不知我的大管家姓甚名谁呢？在下燕云武，北水国罗烈。他就是你的目标，断不可轻敌。在我眼里，他不过是只个头大一点的虫子。
为这么个毛头小子，不惜与梵天商会作对，值得吗？引他为知己，无关乎他到底是谁，只凭本心结交。这位少年王并非金兰国人，而是北水国的双王继承者罗烈。管他什么身份，赢了比赛，才能让老夫另眼相待。气场倒挺足，只是不知武技如何。连龙族都来了，看来都是想见识一下你这个外来的少年王是如何碾压群雄的。运通四海，五运昌隆。十国来者未必都是为了比赛，其中不乏与梵天商会有牵连的人。既然承诺过事，必会全力以赴。小王爷，群雄虎肆，量力而行。我会在看台上为你祈福。本军代表金兰国所有臣民，欢迎各位英雄少年贵宾嘉客到来，望各国少年各尽所能，一举夺魁。此次大赛，本王特地禀明国君，将分组晋级改为团体混战，以便选拔出最顶尖的少年武道奇才。胡闹！赛制岂是说改就改，分明是意有所图。罗烈既能引发九龙啸跃，何惧赛制是否有变呢？若有异议者，大可退赛。若无人反对，本王宣布，此次6国少年争霸赛正式开始。看到了，就是他！嘿，一起先做掉他！不出所料，不过我一开始便打算以一人战6国。哼，此人好生狂妄。罗烈，你的对手是另外5国之人。我们4人虽与你有过节，可这场比赛关乎金兰国尊严，我等不愿因小失大。没错。虽各为其主，但并非于中。既然左右为难，唯有不战。这群叛徒！放心，他蹦跶不了多久。对付罗烈，我们来源稳固即可。跳水！来源国第6名。吸烟国第5名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北水国那人太强了。是，难怪会放言一人战6国。这就怂了？你们不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少年高手？看来是低估你的实力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先灭掉金兰国的其余4人。没错，先灭掉金兰国，上！跳水！哪怕被揍，也要拉几个垫背的。列阵！白昼雨波，完了！一身殉国，去亦足矣。为何？等等，我们自己来。雨花果出局，他还真有可能成为最后赢家。我玄冥国烈家烈赤飞、烈赤风、烈赤云与你一战。烈家，
我记得那个卑鄙的罗赤行，就是你们列家的少主。罗烈，今日必让你血债血偿！白骨阴魔火，邪火诞生之地，乃是埋葬过数万人以上的战场，且战场所在的地下，得有阴滚冥河一类的阴暗存在。身亡之人的骨体会被阴暗力量炼化，历经100年时光才会形成白骨阴魔火。看你3人武道修为不俗，何必练这种阴邪武技？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哦。齐长老，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武道天才？罗烈，情况不对。罗相王爷，魔火由守灵之水炼成，经过7749天苦，燃骨灼魂，你们如何抵挡？金兰国有我，撤退！此无以为报。走。现在的年轻人放着正经武道不修，偏爱钻研邪门歪道。并非所有人都如父王一般超然卓越，世道不稳，只求自保。哼，列夫人好手段。得亏百里长老将守灵之水卖给我，才让他们最终练成此功。现下情势大好，你们伺机而动。明白。你们也很痛苦吗？生前是战死沙场的英杰，死后却成为被人操控的游魂，不得安息。助纣为虐本就不是你们的本意，只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们需要的只是解脱，我可以帮你们，无论生前或是身后，都有选择的权利。王爷文文，礼礼有诏。赤心我儿，为娘终于为你报仇了。哼，玄冥国烈家可是立过汗马功劳的武将之家，何至于沦落到修炼此等邪功，实在可耻。那个罗烈倒是不错，与那日所见的龙在当下，不遑多让。三昧真火珠。杀不了他，你们都得给我儿陪葬。白骨阴魔火本就阴邪无比，过分消耗自己的内力，不怕反噬自身吗？无需废话，今日就算不动你，我们3人的结局也早已确定。如此，放肆一搏，腾腾灭魂！给我，救我们！哼，咎由自取。我并无处置你们于死地的打算，好自为之。去吧，
有缘再见。今日不解决你，我枉为人母。可因为动手。玄龙王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有本事与我1对1，不让他人替你挡刀。堂堂6国盛会，居然出现这等破坏比赛规则的行为！何人还不现身？幸好我有龙血护住心肺，才免于被此毒物侵蚀。不好意思，大水冲了龙王庙。你是什么妖魔鬼怪？怎么是他？吕月，是瘟神吕月，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吕月吗？居然是他！传言其神出鬼没，擅长制毒用毒，所经之处瘟疫横行，所以也被称为瘟神吕月。这就是梵天商会找来的人。我真的没兴趣和同辈人交锋，毕竟无人可以抵抗我的瘟疫术法，哪怕你是拥有5胎道骨也不行。武道神师道同修，的确少见。可是对我而言，你也不过是需要我花一点点时间去解决的麻烦罢了。张山毒风，更爱追逐真气浓厚的武道之人。小小毒蜂，你与游龙相抗。摄心术法，好身手。同级别的修为中，2少年都是不可多得的天才。吕月这样的神师若成了大气候，终究是祸害。倒是那个罗烈，未来可期呀。修炼邪法，终究只会迷失自己。哼，只要修到无漏金身，他人忌我，我忌他人，根本就是魑魅魍魉。我倒是更愿意称之为千魔千影。不错，到底是这次天地大事，摄心术要靠你，还得费些时间。长了3只眼睛，也没能让你看清精灵小人，连是非曲直。罗烈赢了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提升到炼体10级也用不了多久。吕月没掉下去，他还在场上。被打成那样还能再战？我7岁修成瘟疫术，10岁远走9龙岛，登名
山寻高人拜名师，专修武道，练成这等修为。本以为世间再无与我一战的奇葩，却等来了你。会的倒是又多又杂，貌似无一精通。技多不压身，本想稍用2招便可，现下看来得拿出点真本事了。哎！这些修为，我苍生会的修为到我，时不迟。吕月的招式太过诡谲，七长老，一旦场面无法控制，我会选择破坏比赛规则的方式出手相助，还望您不要阻拦。要拦也是拦那些妨碍你的人，这样才不辜负与罗烈的交情。我将从金兰国开始，成就武道神师到巅峰，无人可挡我去路。哎！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我是要让你偿命！我这个人，你对我1分好，我会还你3分；你近我1寸，我便还你1丈；你视我为挚友，我便以命相交。你只不过是北水小国的流放罪人，寄人篱下，有何资格耀武扬威？我只是痛恨被威胁、轻视、折辱。梵天商会将事情做绝，我不介意奉陪到底。是他，错不了，他绝对是龙在当下。心有众生，通达明彻。大轮冥王印？怎么可能？他是什么时候修得大轮冥王印的？难道是那次？这不可能啊！百里长老救我！神师，活该被就地正法。罗烈，你资质不凡，有追求长生之计。入我龙族，我保证你可以娶到龙族公主。也
堂主之位。首都宝道村之托，要罗列入我们派，选大弟子之位。做弟子之位。罗刹国七绝阁，要罗列入我宗门。许真皇帝入我绝心堂，堂主之位。要罗列入我宗门。许真火堂堂主之位。是啊，前所未有呀！这换谁都会心动吧？万天商会总部邀罗小王爷入会，许诺下任会长唯一候选人之位。你说罗列会选哪个门派？多谢诸位抬爱，我所行所至，皆想走属于自己的路，还请诸位另择良才。好小子，这么不给面子！诸位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，何必跟我这小辈一般见识呢？不要急于拒绝，小王爷可多考虑考虑。今日魁首的奖励少不了。我参加争霸赛并不为赏赐，只希望国君答应我一个请求。但说无妨。石醒龙他们明辨是非，其胆识魄力让我钦佩不已。他们才真正是金兰国的未来，望国君厚赏他们。就依你的意思，谢国君赏赐，谢小王爷赏识。不是，我既已完成所托，也请你兑现承诺。当然。圣祖命令。小王爷，后会有期。保重。扶贫已有子，漂泊本无根，都结束了。冰娘，冰娘。吾将奉上最后的祭品，以黑暗之气注你血肉，以精纯之躯炼化圣体。尊崇的圣明子，容器已具备，静待您的归来。
国师，不，沙千里，你到底对雪冰灵做了什么？放心，他好得很，那么珍贵的引子可不会磕了碰了。引子，为了设圈套引我入局，可真是煞费苦心。曾有一圣人欲求道祖之尊位，将灵魂堕入黑暗，开启一场注定血流飘落的战局。你是魔族？你是圣明子将士的最好容器，你可知我苦苦寻找了多少年？邪道，休想！朱天龙圣诀，你竟然也是！以人为主，不对劲。怎么回事？真气在外溢！你究竟是何人？圣明子将士，道祖义位。魔族，老夫最痛恨魔族孽障。摄神树下，纵有绝世神功，也无济于事。国师，这是何意？魔族余孽，休要作祟！孔雀世族，是孔雀世族，前辈，救我！哦，不曾想今日竟有如此大人在场，招待不周啊！逍遥阁刘子昂，愿助一臂之力。龙族大将龙斗海，愿助一臂之力。天地大势之影视，滚！黄河之水天上来！今日纵使与你同归于尽，也不枉我来这世界走一遭。我乃魔族使徒，岂是你这般凡人能左右生死？你们真是疯了！今日有幸与诸位并肩作战，剿灭魔徒，重整正道，救黎明苍生于劫难之中，孔离感激不尽。不好！看打！
天地孤一掷，未可一言凉。又是你，世事胜人略，飘影还故乡。总算醒来了，我以为师姐救回来一个死人呢。混说什么？月珍。好嘞，好嘞。谢谢，晚辈见过孔离前辈。哦，你认得我？龙鳞幻剑，有幸见过前辈英姿。我昏迷了多久？还有当日在场的人，他们怎么样了？足有10天了，我日日守在这里，就怕你。我亲眼所见，杀千里与命轮一同陨灭，在场之人已全部救出，你且好生休养。这里是秦月小筑，远离尘嚣。多谢前辈照拂，可是我不能停留太久，晚辈还要找人。哦，重塑命轮的那姑娘，放心，我会派人留意她的下落。对嘛，魔图现在一定就像狗鼻子闻到肉味一样追过来。况且你功力大损，不就如同肉包子入了狗？师姐，你这丫头口风太松。我探过你的修为，已是炼体境最高，是时候往阴阳境迈一步了。这是东皇定天诀。寻影术，走！若罗列还活着，金光会铺满整个罗盘。3只。坐西朝北。你身势尚未稳固，就动用法术，无妨。当时若不是你出手，我恐怕会是个活死人。谢谢。那，你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要不等我打听清楚点儿再动身？不等了，只要他活着，总能相逢。小浣熊，我等不及修炼新的功法来恢复，你得帮我。主人，命轮中救你已经耗费我很多灵力，现在别说帮你了，我连化形都做不到了。苦了你，好好休息吧。安静别致，隐居在这里也挺不错。等找到冰宁，我们置办一处这样的小院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过普通人的日子。烈哥哥，你咋起来啦？在床上躺久了，想活动一下。师姐说你已经领悟大轮冥王印了，可不可以教教我？我都学了1年了，还是不行。行。你不应该皱着眉头好好考虑一下吗？大轮冥王印本就是孔雀氏族所有，我只是侥幸小有所成。对了，之前你说此地名为炎龙王都，是否是龙族的领地？那倒不是，来，我带你去看。传说那条龙影是个非常有来历的宝物哦，每天正午时分会呈现出翱翔炎龙的景象。好大一颗龙蛋！那就是炎龙王都建立的源头，在天上飘了很久，一直没动静，也不知道里面是个啥。烈哥哥，你啥时候能教我啊？现在就行。好耶！那可得好好讲讲，啥叫心有众生，通达明彻。好。罗烈，经四处探听，已查到冰凝姑娘被另一女子救走。那名女子身着淡紫色薄纱长裙，不知是否与你相熟？我会加大人手，
继续查探。黛蓝云纹群生，一定是燕云武了。原来冰宁和他在一起。哎，烈哥哥，你笑了呢，一定是好消息啦。月真，接下来的日子我得闭关了，你也别懈怠。等你彻底好了，也找到了冰宁姐，我就带你们俩在炎龙王都好好看看。这里有很多好吃的地方呢，仙仙楼的鱼，西月斋的酥皮点心，还有青姐的选媚娘，堪称一绝。还是你想的细致周到。修行之路何其漫长，终于到了。诸天龙象诀已满炼体10级，之后便得借助东皇定天诀，迈入阴阳境了。来吧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烈哥哥，出事了！你听见了吗？是那颗龙带。走，去看看。这龙蛋怎么了？那么大的动静！是啊，难道要出事了？百年难遇呀！里面好像坐了个人。还是一个女人，不一般的。阴阳境初期，出世即跨入了阴阳境。我名盖无双，盖世无双。半生宝器，哼，值得一战的对手。烈哥哥，你可不能见色起意，忘了冰凝姐啊！小姑娘，瞎说什么？我盖无双，天地生养，得日月精华而跨越炼体境，直入阴阳境。虽有无尽潜力悟性，但也需高人指点一二。过今日出世，便择取一位恩师。谁有这能耐当他的师傅？是啊，必须得是道宗级别的。得此遇者，有望成就圣人啊！哼，还挺狂妄。纵观天下道宗，唯有4人能为我的老师。其一，圣人之下第1人孔宣道宗；其二，神秘莫测的陆压道宗；其三，低调孤傲的多宝道宗；其四，妖战天下的乌云仙道宗。4大道宗超然于其他道宗之上，而我要选择的是乌云仙道宗。终有一日，我将替他击败其他3大道宗，成就真正的天下第一，登顶圣人宝座。登顶圣人宝座，太狂妄了！目中无人。要是得他青睐，岂不是平步青云？
怎么偏偏是乌云仙啊？怎么了？乌云仙门派一向与我们孔雀氏族不对付，他肯定会先对我们下手。我得把这事告诉师姐。本道宗乌云仙正式收盖无双为弟子。弟子盖无双，拜见师尊。你虽是天生地养，却是得炎龙国王室血脉洗炼，方才诞生。炎龙国君主当为你父，给你3个月时间与他团聚，再来为师处休息。遵命。以满则亏，我们回去吧。哥哥，怎么了？你且用心修炼，早日成为年轻一辈中独当一面的高手，不负孔雀氏族数百代的底蕴。唉，主人很久没出现过了，夫人也不怎么来了。你说燕管家来去匆忙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别瞎想，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。万一有一天主人……我回来了。对，万一主人哪天回来……啊！主人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！我以为你忘了这里呢。我还挺喜欢这里的，怎么会舍得忘了呢？历前35年，此地发生千里炎灾，数月不息。尊太祖以自身修为凝聚月华之光，将滔天烈焰封印为龙蛋，指明龙蛋中诞生的便是自己的后继者，后人将其供奉相传，炎龙王国就此而生。龙蛋孕育需500年，出世之际必败于异象，曾诞生尊太祖的通天明桥，也成为炎龙王国隐秘修炼之地所在，日常被重兵把守，非皇室成员不得踏入。按理说，龙蛋出世应该在炎帝670年，可如今是500年，比记载早了170年。怎么，方向错了？不，我是觉得不妨分头行动，或许罗列还会出现在龙鳞幻界。若有他的消息，我该怎么通知你？那催动真气，我自然能确定你的位置。保重。看来是晚来一步。你将玉佩放这里，不就意味着要与过去告别了吗？既然所有人都以为你已身亡，那我便如他们所愿，也全了你的心思。至此，北水国再无南离王。
小姐，往日这个时辰，你不是都在练功房吗？今日怎么想出门了？再用功也得有休息的时候，我都多久没出去玩了？快点，晚了就吃不上刚出锅的清蒸鲈鱼了。小姐慢点，驾！你不长眼！寇舰长公主。不用理他，我们走。小小刁民，见我为何不跪？跪天跪地跪父母，没理由跪一个和我不相干的人。哦，原来是孔雀氏族的人，正好，免得我还得专门走向。你要如何？你要想清楚，我们身后均是两大门派，一旦动手，可不是私人恩怨。我早就说过，登顶圣人的第一步，便是横扫各大门派。看来，今日我是躲不过了。正好让我见识孔雀氏族的过人之处。小姐，快躲开！议长，烈哥哥！时间对不上，出河的时间整整早了170年。龙丹有意，还是得跟孔明知会一声。不知会对这方天地造成多大影响。冰宁，罗烈，太好了，终于盼到你了。还活着就好，我就知道一定会找到你的。都怪我太亲近杀千里，才让你受苦。身体可有恙？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多亏了云武，他在龙鳞幻界寻到了孔离前辈留下的信息。真是帮了大忙了。这所小院闹中取静，主人一定是个心思温婉的人。等你见到了月珍就知道，他跟温婉二字毫不相干。看来你跟孔雀氏族的人相处的不错。孔离前辈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月珍姑娘又悉心照料，如今我的功力已然恢复，还突破了阴阳境初期。好在命轮结界并未扰乱你的心智，也算是因祸得福。冰宁，有个事情我一直不明白，当时我好像看到了两个。罗公子，罗公子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月珍呢？王场铠无双。月珍，醒醒！月珍！月珍！月珍姑娘已经走了。月珍，我找到冰宁了。你不是一直想见她吗？想带我们去吃仙仙楼的鱼，谢尔斋的酥皮点心，清洁的雪梅酿吗？你还记得吗？到底是怎样的败类，会对一个小姑娘下死手？铠无双！我本想找着你以后，能和月珍做个邻居，平安顺遂的活下去，再不会有人打扰我们，身边的人也不会因我而受牵连。可是，身边的杀伐、悲剧，还是会发生。
如何能坐视不理？如果这就是我的命数，我也要亲手将这个不公的世界扳回正轨。我与你一起。月晨，你喜欢热闹，如今秦月小筑再听不到你的笑声了。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年轻一辈中，属他的性子最活泼，也是道宗最看重的小辈之一。那些心术不正且不择手段之人，总想让世人屈服。可是我始终相信，善恶有报，大道永存。多谢。孔雀族规在前，长辈不能插手小辈之间的恩怨。我与师兄、道宗再悲伤，都无济于事。这是月真的孔雀冥王令，他与你交好，如今缘分已尽，这块令牌就当作鉴别礼吧。回孔雀冥王令，请求孔宣道宗请容我加入孔雀氏族。师尊，汝意欲何为？孔雀氏族在我示威之时施以援手，雪中送炭之情恩重如山。况且盖无双草菅人命，行为乖张暴戾，实在不配为名门正道的弟子。我欲为月真讨回公道。本族规矩森严，此事我会主人去办。今日我斗胆一问，放眼整个孔雀氏族中的年轻一辈，谁又有能力与盖无双抗衡？胡云仙为保盖无双，已将他送入炎日山修炼。罗烈，万要保重自身，你的路还长。谢过孔雀道宗。罗烈，谢谢你。接下来要去炎日山，明日一早动身，让盖无双再多活一个晚上。北水国罗烈年少有志，天赋过人，深得本道宗青睐。破例将他纳入孔雀氏族，望罗烈心存善念，弘扬正道。你去库房将那双赤红宝器送给乌云仙，就说是作为盖无双出世的贺礼。就算你罗烈找的靠山再大，最终也得命丧他人之手。皇家重地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今日偏要一试。小者，死！韩少兵，我无意伤人，还请二位高抬贵手。不成，乃我二人阴德所在。杀！
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强。你我已于命人之中交过手，孰强孰弱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圣明子。哦，你又如何得知？龙蛋破壳之时。我还得谢你，否则又如何找到这具上等容器？命轮一战，让你侥幸逃脱，这一次你绝无存活希望。的确有与我一战的本事，但终究要葬身在我手中。山河破碎，龙象苍穹。山高千里我为峰，百龙一剑断天穹。赤炎龙牛，起！生死不受，乌云仙还真是铁了心要助你成就圣人。所以我说，这具身体是除你之外最佳的选择。只可惜，你很快就用不到了。龙界破，龙气生，浊气降，化为四方大印，震天地玄黄。风！东皇定天诀。殊死顽抗。我不甘心！月真，安息吧。这股龙气不同寻常，难道是该无双？爹娘，
装呀！怎么又变不龙蛋了？该不会……谁知道？一生一死，涅槃重生，阴阳相转，生死如天。涅槃生死诀，一死再生，方可完满。罗烈，10日之后，我重生之时，便是你殒命之日。如此，我罗烈会再取你盖无双的性命。仙道宗亲自就是怎么我记得在争霸赛上，他可是一人战6国呀，真是怪物，又要打起来了。你就是那个来自北水国的双王，人称怪物的罗烈。怪物，这个称号倒是新鲜。可我觉得你身上一点邪气都没有。哪家的小娃娃，说话这么有趣？我才不是小娃娃！如果你能再灭一次盖无双，我就拜你为师。小家伙，你还年幼，又与我素昧平生，为何要拜我为师？因为你是真正的英雄，真正的男人，别叫我失望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呢？红缨为记，我叫杨吉安。啊，是玉鼎真人想要收为亲传弟子的杨吉安。杨吉安，我的乖乖，这可不得把真人气得吐血！怎么反而要拜罗烈为师啊？就是啊。好，我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怎么回事？这是干嘛？通天云桥不让进，连广场都不让出了。国君有令，就地诛杀此罪之人。我与你等无冤无仇。不想再徒增杀戮。罗烈，你得罪乌云仙道宗，就算你今日侥幸离开，也活不过1个时辰。有我在，谁也伤不了罗烈。百里商，你最好摆正自己的位置。不过是被孔仙道宗称赞2句，又不是被钦点为座下亲传。我没那么多时间与你们浪费，现下给你们这个机会，向乌云仙道宗表表忠心。这都是有名有姓的武学门派，却做缩头乌龟。我乃大商帝国皇子商子峰，严禁罗烈踏入我大商帝国，则杀无赦。我乃炎龙王皇室段彦杰，代表皇室联盟宣布，罗烈势不两立。我乃大周帝国皇室雷神，宣布罗烈不受大周帝国欢迎。哼，无立足之地的可怜虫。兴许哪天我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呢。有种自己出来！哼，我乃炎龙王国尤少龙。就是看你不顺眼，你也配不上英雄2字，只是一个被所有人都抛弃的废物。罗烈，还有我们，我等愿与罗烈共生死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我们都在。多谢。既然如此，就看你们有多大能耐。罗烈，你只管安心修炼，静待与盖无双一战。不行，别辜负了冰凝姑娘的用心。金鳌卫不敢贸然出手，所以最危险的反而最安全。再不练练，就生疏了。
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。尤公子，目前的情况，我们确实拿罗烈没办法，可是未必要放过底下这些人。五长老的意思是，如果能借此刺激罗烈，他必走火入魔，自爆心脉而亡。希望你们的赌气比我的剑还要硬。我们兄妹四人，引路进退。来了！有骨气，只可惜命短了一些。狼牙剑。我来。如何？不碍事。双血为引，先后理清，地动以情，不心于法，阴阳随行。说。城主，我们没给金兰国丢脸。临死前还能为罗烈除掉一个敌人，值当了。无论是谁妄图干扰罗烈，就同尤少龙一样的下场。居然是可以任由新一排列组合的功法要引。天生地养，涅槃重生，这炎龙王国的龙蛋还真是有趣。唉，罗烈在哪儿，是非就找到哪儿，也不知是他主动招惹，还是另有原因。老夫听闻，她是位孔雀氏族年轻一辈中的一位姑娘。哦，还有这种事情？果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。罗烈不会这么意气用事，他肯定有更站得住脚的理由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你可是他的义姐，最是了解自己的弟弟了。数月不见，罗烈变了很多。他这些日子应该过得不错，修为精进不少，冰宁也一如既往的稳重。待罗烈完成所想之事，还请燕姑娘出手助其一臂之力。那是自然，我可是他的大管家，签了合约不可反悔那种。哼，就算你罗烈再天资超凡，又怎能和乌云仙道宗的亲传弟子相较？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，阴阳相融，是为通天大道。那是什么？白天怎么会出现月亮？不得了啊！哦，他突破了！
白日现月，阴阳镜中起。二人的武技本就不分伯仲，盖无双再次出世，定会脱胎换骨。若是变优势，包罗天地，万界朝宇，四海八荒，以无为尊。罗烈，今日让我们做个了断。这个疯女人！这种处事方式，非此即疯也不稀奇。色系病狂，成为石虎，殃及池鱼。他的修为已到如此可怖的境界。罗烈这次凶多吉少。罗烈，我涅槃今生浴火归来，就要用你的迷完了心境，开启我的上人之道。你不行。不可能！还有更不可能的。阴阳相生相克，东皇定天诀的奥秘，就在于从中领悟融合的力量。顿悟东皇定天诀之缺陷，借阴阳之妙而开创新功法，得天地认可，降下异象祥瑞。今日，我罗烈正式向所有人宣布，自此刻起，阴阳镜、天心镜、命宫镜。最强功法不再是东皇定天诀，而是我开创的无极大道诀。自创功法，世间居然有如此男儿，天赋之高，古往今来第一。终是我目光短浅了。无极大道诀，圣人可期。罗烈，此子断不能留。梵天商会今日特赠秘宝，助盖无双绞杀罗烈，以正大道。梵天商会为了示好，可真是下了血本。转生印。
之一杀我，就是为了那个小姑娘？是，也不是。逞什么英雄？你个低贱的人族！我并非什么英雄，只做心中认为对的事情。我有想要保护的人，也有绝对不能放下的事。罗烈，拿命来！术法，你要为此付出代价！魔族不会放过你！是我不会放过你们！圣明子！圣明子？怎么可能是圣明子？魔族这么大的事情，乌云仙道宗如何不知？哼，废物！公主死了。无论是被圣明子借体的盖无双，亦或是什么名门正派，只要随意剥夺他人性命的人，我罗烈就要与之斗到底。罗烈这一次又不知要得罪多少势力了。狮子动了不怕痒，他与那个龙在当下一样，都是个不怕事儿的。罗烈以后的路会愈发难走了。放心，那些见风使舵的门派只会愈发忌惮罗烈，才不敢轻易动他。罗烈，你非英雄，却也干事无双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弟子杨吉安一拜。这小娃娃倒是有趣，干脆多拜我这一个师傅如何？我才不呢！龙族的脾气都怪得很。你根基、潜力、天赋、悟性均为上等，却尚未修炼。不知师父传授弟子何种功法？别急，他在顿悟。为师传你八九玄功诀，此功法于炼体境界仅逊色诸天龙象诀，在阴阳境等三大境界，只逊色为师的无极大道诀。望你加倍努力，早日有成。多谢师父。不觉得罗烈更像圣人？罗烈，你斩杀我这爱徒盖无双，本应接受道宗处决，但念及圣明子灵魄借我徒儿重生，我便不再追究。为安抚我门派弟子，接下来1年时间，天下少年皆可挑战罗烈，但凡胜利者，其个人所有尽可取舍。为公平起见，若1年之内
你能横穿10万里路抵达赤霄王国，成功夺取本道宗命人安置在王都内的山河风雨珠，本道宗将满足你3个愿望。善。既然孔宣道宗不曾反对，身为孔雀氏族一员，我自然不容推脱。但请乌云仙道宗静候佳音。小丫头，安息吧。天下之大，前路之险，我都在你身边。走吧，该启程了。风风偃然起，动荡难平息，缘分突然降临，你我相遇，层层芳心安许，愿你回忆，不论仕途多流离，都要一起，多番险阻也不能够毁灭爱的相知相守，借你心头所有情，我所有温柔，走过春秋。有你深情回望眼眸，我便甘于命运交手。头破血流无缘由，只要能靠在你胸口，我们相互去庇佑，让爱的传说不